1994年12月14日至19日，一对疯狂的杀人恶魔在昆明市的大街小巷幽灵般的游荡。这对疯狂男女专以女出租车司机为袭击目标，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就凶残地抢劫杀戮了4名女驾驶员，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这个案例被列为昆明市1994年的10大刑事案件之一。1994年12月14日，暮色时分，一辆小巧的红色夏利在昆明市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疾驰着。女出租车司机陈怡那秀美的脸庞上已淡淡地罩上了一层倦意。这时，前方道旁有一对男女正在招手拦车。陈怡犹豫了一下，算了，再拉一趟吧，送上门来的生意不做白不做。他自己说着，车子就轻缓地滑向了路边。车门打开，那女人一下子就钻进来，坐在了他的旁边，男人则是坐在了后排。次日凌晨1时许，昆明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响了起来，话筒里传来了急促的报案声：有一名女出租车司机被歹徒给刺成了重伤，现在在省红十字会医院紧急抢救。立时，正在家中休息的该局一队干警们的 BB 机响成了一片，重大案件的发生如一道紧急号令，召唤着大家立即向医院赶去。医生沉重地摇了摇头，低头介绍说：人已经不行了，他是从省林业医院转过来的。一把20厘米的匕首从左后背刺入，贯穿整个胸腔，直至刀把，大量失血，造成血气胸。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活生生的葬送在歹徒的屠刀之下。侦查员们的手不由得紧紧攥成了拳头。经过调查得知，被害女司机陈怡24岁，系东中出租车服务处的驾驶员。侦破工作迅即展开。案发现场是城郊结合部，附近工厂、村落、仓库、田地纵横交错，属于地淡荒僻、人烟稀少的地区。侦查员们挨个询问案发时在周围逗留的人们，寻找着在陈怡生命最后时刻出现的魔影。随着几个在路边补鞋、修车的外地民工的描述，一幅血腥的画面展现在了侦查员们的面前。陈怡驾着车向2个乘客指定的地点驶去，旁边的女孩不时地向他问这个问那个，显得既好奇又天真。陈怡则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全然不知他正将生命的小舟驶向死神的巨口。晚上8时许，看着身后的灯光逐渐的稀疏，陈怡的心里不觉有些忐忑不安。他将车子顺道边停下，正想问问2位到底要到北郊哪里的时候，孰料一转头，身旁的甜美女孩就变成了凶神恶煞。她劈手就来夺陈怡装钱的挎包。陈怡惊呼：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同时本能地拽紧了挎包。2个人一个狠劲的夺，一个拼命的拉，直从车里厮打到车外。陈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拉上了一个女强盗，更没有想到上车以后一直默默坐在后排的男乘客会如此的心狠手辣。竟趁他全力对付前面的女孩强盗之时，突然从他的背后举起了匕首，一刀就扎进了他整个胸腔。根据几个目击者提供，他们远远看见那一对男女把女司机给杀翻，趴在汽车的引擎盖上以后，并没有立即逃跑。那个女的还进去车里搜索了一番，然后才和男乘客跳下公路，顺着山下的清沟扬长而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侦查员们的头脑里迅速勾勒出了2名凶犯的画像。20岁左右，男的身高1.7米，体型偏瘦，面色偏黑，穿了一件颜色浅灰的风衣；女的高约1.65米，皮色白净，扎了马尾辫，穿了一件黑白相间的花毛衣。2人均操昆明郊区口音。案情分析会迅速召开，
从凶手在犯罪预谋、实施犯罪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维定式、行为特点以及作案手段分析，凶手很有可能是北郊港头村一带的农民，而且是吸毒者。1994年12月16日，破案指挥部迅速成立了，且设在了位于重点地区的罐头厂里。侦查员们在队长王平、指导员李华庭的带领之下，分头来到了北郊一带的昆明卷烟厂、德和罐头厂、下马村、港头村、沙坝营村等几个重点地区进行排查堵卡。正当侦破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又一起抢劫杀伤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发生了。当天傍晚7时许，安达出租车公司的30岁女驾驶员李桂仙在江岸小区拉上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称要到德和罐头厂。上车以后，男的坐在后排，女的则是坐在了李桂仙的旁边。因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李桂仙便没有十分在意。车子不多会儿就来到了目的地了。那女孩朝外面瞅了一瞅，见罐头厂门口行人不断，就说：“师傅，请你把车从右边转进去。”李桂仙见的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便遵嘱将车拐了过去。在这个女孩的指点之下，七拐八绕的就来到了昆明卷烟厂的货场。这里人迹罕至，灯光昏暗，女孩突然连叫停车。李桂仙把车刚刚停下，身边的女孩二话不说，突然抽出一把锋利的菜刀，朝着李桂仙的脖子上狠命的一抹。幸好当时她穿了一件厚实的高领毛衣，多少挡住了一些锋利的刀刃，但是即便这样，她的脖子仍然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剧烈的疼痛和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李桂仙与那女人拼死夺刀，两个人都用尽了平生之力，以致菜刀在抢夺中也断成了两截。然而李桂仙寡不敌众，那个男人从后座上就冲了出来，从外边狠狠地砸他的头，砸得他是鼻青脸肿，血流满面。这时李桂仙身受重伤，在两名歹徒的合力攻击之下，李桂仙终于力气不支，撒开了双手。妈的，你别装死，你来开车！李桂仙尽管神志已经半昏迷，但残存的一点理智告诉他，不能让凶手开着车走，否则自己必死无疑。他费劲地睁开了被血给糊住的双眼，伸出虚弱的双臂，把档挂到了3档上。车子歪歪扭扭地行驶到了100米左右，便又熄了火。挂3档硬性发动，把车子给搞坏了。那对男女看看无望了，转过身来盯住了李桂仙。李桂仙吓坏了，他看到了腾腾的杀气从2张年轻但是很凶恶的脸上露了出来，他不由连声哀求：“我求求你们，不要杀我，要什么拿什么，你们都拿去吧。”两个人看看不远处有货场值班工人，对视了一眼：“好吧，把你身上的钱统统交出来。”李桂仙挣扎着翻兜掏包，把这一天的收获400多元人民币，还有耳朵上的2对金耳环，甚至传呼机都交给了他们。两个人看看没什么油水了，方才下车而去。走了几步，那个女的又转了回来。李桂仙心胆俱裂，以为这个女恶魔要杀人灭口。只听耳边一声低吼：“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李桂仙一时懵了，看看自己身上的果绿色仿皮大衣，恍然悟出，女恶魔是要这件衣服。她急忙答应着，一边哆哆嗦嗦的挣扎着脱下了身上的大衣。女凶手一把就夺了过去，一边往身上套，一边问道：“喂，你那传呼机交费了没有？”李桂仙连声回答：“交了，交了。”“我告诉你，不准报案。”女人再次威胁了一句，方才和男人迅速遁去了。两个人的身影已经消失。李桂仙挣扎着来到了烟厂货场附近的值班室里，
在值班工人的指点之下，他跌跌撞撞地前去小菜园执勤点报了警。与此同时，警方侦查的触角已经伸到了这里。快追！来不及多说什么，曹凤军冲着2个学员一挥手，3个人撒腿就向田坝追去。小曹一面跑一面用对讲机向指挥部汇报了这一情况。正严阵以待的指挥部闻讯一震，这一对毒蛇又出动了，迅速的调动警车警力，从4面8方向这一带开始追击包抄。夜色苍茫，阡陌纵横，凶手的再次出现至少证实了指挥部破案的思路和方案是正确的。首先，凶手作案以后在这一带又一次迅速消失，说明他们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一带，所以他们能够凭借着地形熟悉的优势，在众多警察的围追堵截之下迅速的遁去。其次，据一对在田坝路边谈恋爱的烟厂青年提供，他们看见一对男女从他们身边慌张地跑过，因为天黑，2个人的长相没有看清，但却看清了男的穿着一个浅灰色风衣，女的穿着果绿色皮衣。这说明凶手的特征与杀害陈怡的那对男女吻合，2起案子为同一对男女所为。再次，李桂仙的丈夫提供，当晚9时许他给妻子打了个传呼，谁知回话的却是一个男人。面对他的疑问，那人粗暴地回答：你老婆把传呼机卖给我了。说完话筒啪的就放下。凶手的嚣张与无所顾忌与吸毒者的心态十分相似。1994年12月17日，男女杀手的残忍与疯狂震惊了公交分局。局领导方继荣亲自坐镇指挥，务必尽快破案，要抓获凶手。谁料法网刚刚张开，小菜园执勤点却接到了第3起恶性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晚上10时许，小菜园执勤点忽然闯来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妇女。执勤点的人急忙扶她坐到了椅子上，见她血流满面，脖子上有一个血洞吓人的张开着。随着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不断的向外冒着血沫子。傍晚，唐桂英驾驶着车沿街兜揽生意，已经拉了好几波客人了。9时许，一个穿着果绿仿皮大衣、高约1.65米的年轻女人上了他的车，声称要到57医院。57医院地处北郊，那一段有些偏僻，但对方是个年轻女人，又是孤身一人，唐桂英也就不以为意，发动了车子向北郊驶去了。车子快要行驶到57医院，不巧碰上了一段烂泥路，红色夏利车底盘比较低，这种路上也不好行驶。唐桂英就将车子熄了火，她正欲把情况向女乘客做个说明，谁料刚一转脸，那个自上车以后一直阴沉着脸的女人突然拔出了一把薄薄的裁纸刀，朝着自己的脖子猛刺了过来。由于过于突然，唐又没有防备，刀子直刺而入，他的气管被割断。唐桂英大吃了一惊，眼见那女人杀气腾腾，又欲再刺，自卫的本能使他不顾剧痛，抓住了女人持刀的手，拼命的抢夺。2个人从车里厮打到了车外。唐桂英毕竟身受重伤，力气渐渐不支，正在呼天天不应呼地不灵的紧张关头，突然发现远远走来了2个男人。唐桂英惊恐之下就大声的呼救。那2个男人跑了过来，见2个女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急忙劝说：哎呀，不要打了，有什么事好好说呀。一边说着一边就去拉压在唐桂英身上的明显占了上风的那个女人。那女人一甩披头散发的脸，恶狠狠的大声吼道：没你们的事儿，不要你们管。那满脸的狰狞与凶狠，竟让2个7尺男儿胆怯的松开了手。那个女人则愈发的疯狂，见唐桂英死死的揪住她不放，发狠从路边捡起了一块碗大的石头，劈头盖脸的就朝着唐桂英的头部狠砸，直砸的唐桂英皮开肉绽，昏迷不醒。
见唐桂英再也不动了，那个女人方才松开了手，冷冷地瞅了一眼远处站着的旁观的几个人，旁若无人地钻进了出租车里，细细地在车里搜寻值钱的财物。唐桂英从短暂的昏厥中就苏醒了过来，发现那个可怕的女人正在她的车上翻找东西，一时无暇旁顾，她立即意识到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啊！正好有辆车驶了过来，被停在了路中间的出租车也给挡住了，停了下来。他立即连滚带爬的就摸了过去，恳求驾驶员伸手援助。没想到那人是一个冷血动物，听了他的诉说，竟然冷漠的扭过头去，不予搭理。唐桂英失望了，她虚弱的趴在了地上，只想放声大哭。忽然她眼睛一亮，发现一辆出租车正向这边驶来，都是同行，不至于见死不救吧？果然那司机听了唐的诉说，立即打开车门把他扶上车，一直就送到了小菜园执勤点。执勤的同志们把唐桂英火速的送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并下了病危通知。昆明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下了死命令，动用一切手段，力争短期内破案。同时有关于这对疯狂杀手的年龄、身高、相貌、穿着、口音等资料也迅速通报到了全昆明市的所有出租车公司和车队，告诫出租车驾驶员，特别是女驾驶员，千万要提高警惕，谨防受害。春城的各个角落布满了警惕的眼睛。正在此时，指挥部得到了一条线索。14日晚上，陈一被凶手杀伤倒下以后，曾有一个帮人守果园的四川民工路见不平，主动去追击2名凶手，但立即有人提醒他：哎，你别追了，这2个人是我们村的，你不要管闲事儿。这条信息至关重要，案发现场就在岗头村旁边的公路上。当即指挥部派出了得力侦查员，重点到岗头村进行走访调查，仿佛专门与警方作对，也仿佛嫌自己灭亡的不够快。就在包围圈越缩越小，侦查的触角越来越逼近这一对疯狂杀手的时候，这一对男女竟然于当天下午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做了他们罪恶生涯中的最后一案。下午2点许，5城出租汽车公司的女驾驶员林小云在环城北路油官桥附近拉上了一男一女，这2个人声称要到安宁。林小云嫌路远，张口要150块钱，但是那2个人想都不想，干脆的就应了下来。这下林小云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得拉上2个人往昆明30多公里以外的安宁驶去。半途，坐在右边的女人突然说：师傅，我们不到安宁了，麻烦你送我们到长坡戒毒所吧。戒毒所？那个地方我没去过，也不知道路啊。啊，不要紧，我认得路，我怎么指给你，你就怎么走吧。林小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子，来到了一处荒凉的所在。正在此时，身旁的女人手一扬，冷不防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她的脖子，鲜血立即喷涌而出。林小云也痛得大叫了一声，手一松，车子一头就撞到了路边的围墙上，熄了火了。那个女人还要再刺，林小云忍痛拼命地与之斗争了起来。后排那个男人跳下了车，掏出了一把榔头，照着林小云的头部狠砸了2下。当下林小云就手脚瘫软，失去了反抗的能力。2个人掏出绳子，把林小云给捆了起来，然后洗劫了他身上的财物，90元人民币、手表、金耳环，胸前挂的玉坠，末了又掠走了装着驾驶证、行车证、身份证等所有证件的挎包。林小云昏昏沉沉的蜷缩在座位上，伤口剧烈的疼痛着，手还有脚又被死死的给绑着。他绝望了，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摆脱困境。迷迷糊糊之中，他仿佛感到有人打开了车门，接着听到了粗暴的喝令：哎，你起来开车，把我们送回去。
手上还有脚上的绳子解开了，林小云睁开眼睛，看到了2张狰狞的面孔。他强忍住了伤口处的剧痛，勉强地挪到了驾驶座上，拼尽全力发动了车子。红色夏利车歪歪扭扭地顺着土路往前驶去。林小云明白，只要去到有人的地方，自己才有生还的希望。他以惊人的毅力把水箱已经撞坏的车子开到了太平镇。车子哼唧了几下，便再也不动窝了。那一男一女骂骂咧咧地跳下了车，左搬右弄，车子还是纹丝不动。见无可奈何，2个人只得弃车而去。临走，那个女人对趴在方向盘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林小云说：“拿1万块钱来，赎你的证件，钱准备好了就打传呼，号码是126传18030，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完，和那个男人一块堵了一辆载客的摩托车，扬长而去了。林小云一看2个人已经走远，立即手捂伤口，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向七兄，一名昆明市公安局的干部，说了自己的遭遇。七兄大吃一惊，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正全力投入此案的市公交分局，然后乘坐火车赶到了太平镇，把浑身鲜血、情况已经万分危险的林小云送进了昆华医院。接到林小云的哥哥的报案，王平、李华等人怀着极度的愤怒赶到了太平镇。他们了解到，2名杀手先坐着摩托车到了马街以后，又改成了进城的中巴。人虽说没有了踪影，却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传呼机号码126传18030。这正是李桂仙第2个被害人被杀手所抢走的传呼机号码。1994年12月19日，位于昆明市新海埂路一侧的市公交分局大楼，洋溢着一种紧张、肃穆而又兴奋、期待的气氛。这里正在拟定一项引蛇出洞的计划。时针指向了6点半，市公交分局3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王平、李华向一个年轻的女士林小云的姐姐示意，引蛇出洞计划可以开始。林姐镇定了一下情绪，走向了桌上的那部白色的电话机。你好，126台，请传18030，我姓林，电话是4166-280，谢谢。几位指挥官露出了赞许的笑容。不错，待会儿电话来时，注意语调自然，尽量跟他拖时间，尤其要问明交货地点。5分钟以后，电话骤然响起，林姐拿起了话筒。喂，刚才是哪个人打的传呼啊？话筒里响起了一个虽然说年轻却粗野的女声。啊，是我是林小云。林姐急忙回答。哦，是你呀，是想要证件吗？1万块钱准备好了吗？话筒里的女声变得急迫了起来。证件我当然想要，但是你们也太黑心了吧，把我伤成了这个样子，我现在车也跑不成，还要治伤，哪有那么多钱呢？林姐在尽量的拖延时间。那女人蛮横的打断了她。别讲那么多，你说你到底能出多少钱？啊，我想反正横凑竖凑的，最后也就是1000块钱了。林姐想引那个女人讨价还价。行，1000块钱就1000块钱，你赶紧来拿证件，最好多拿一点。话筒里的女生显得急不可耐，林姐就急忙问：喂，我去哪里找你啊？这个就在烟厂门口。话音未落，身手敏捷的王平几大步就跨到了对面一间办公室，拿起电话通知烟厂守候点的侦查员张印杰：快，凶手就在你附近，赶快到周围几个电话点查找。这一边，女杀手与林姐刚刚把碰头的时间地点商谈结束，那一边张印杰的电话
就再度响起：“队长，刚才打电话的是不是个女的？”“对，是个女的。”“行了，我们已经盯住她了。”话筒里张印杰兴奋地大叫。原来张印杰接到队长的通知以后，立即四处查看，发现距他10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电话亭，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刚刚放下了电话出来，其身高、长相、年龄均与这几天追踪的女杀手相符。他一边用目光追逐着那个女人，一边向队长报告。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立即和学员曹建军遥遥地追随在那个女人的身后，过了马路，来到了一个名叫红心的私人小旅社，眼瞅着他走上了2楼。张印杰冲到值班员面前，亮出了证件：“我们是公安局的，执行任务。刚才上楼的那个女的住在几号房？还有没有同伴？”“是警察同志啊，等一会儿我查一查。住204房，他还有一个男伴。”张印杰冲着曹建军一摆头，2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了204房。侧耳听听，里面隐隐传来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小张退后一步，抬脚用力的就踹开了房门，2个人冲了进去。此时一个男人边穿衣服边与刚刚进屋的女人说话，见此情形，2个人呆若木鸡。小曹眼明手快，一把就抓住了那个女人，把她的手扭到了背后。男人急了，猛地跳到床上，欲摸枕头下，张印杰一枪就砸在他头上，男人才老实下来。现场搜查，4天以来4名女出租车司机的部分被抢财物，林小云的驾驶证、行车证、身份证等证件均一一在目。按动女杀手身上搜出的传呼机，显示出刚刚所回的电话号码是4166-280。女杀手做梦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号码使她自投罗网。据审讯，女杀手叫做彭春燕，19岁，港头村的农民；男杀手叫做罗云，18岁，下马村农民。2个人自3年前认识以后，即臭味相投，鬼混拼居。罗云几年前就染上了毒瘾，曾经进过昆明市强制戒毒中心去戒毒过，可出所以后不久又旧病复发。彭春燕是近墨者黑，不久也吸上了毒品，一对瘾君子，本来就没有正当职业，没有稳定收入，却要支付昂贵的吸毒费用。钱从哪里来啊？东借西挪，东拼西凑，毕竟只能应付一时，时间一长就再也难以为继了。钱是没有，毒是要吸，不吸则毒瘾难熬，那般滋味非常人能够忍受。万般无奈，2个人打起了鬼主意，抢。一个抢字出口，2个年仅18、19岁的年轻人向犯罪的深渊迅速的下滑。其中有以彭春燕为最，整个抢劫活动均系他场主角，表现的是敢想敢干，心狠手辣。除第1起是罗云动手以外，其他几起都是由他实施杀人，其残暴疯狂让闻者无不震惊，难以置信。19日，这对疯狂杀手已经惊觉警方对他们的追捕，商议这天再抢一辆夏利，把司机杀死以后就转移阵地，到曲靖去重启炉灶，东山再起。不料法网在收，2个疯狂的杀手尚不及实施第5起杀人抢劫计划，便在警方的巧妙安排下，从此终结了他们杀人的疯狂。2个疯狂杀手，一对露水鸳鸯，杀人越货，丧失人性。法律最终宣告他们疯狂到头是死亡。